哎呦，效果 KO！ 太强了，你！中国山东硬汉比死神方便还要猛，二话不说直接冲上擂台 KO 2位世界冠军，不是爆肝就是爆头，要么就是被踢拳。在国际擂台上，我国为力证中国武术散打。这个比死神方便还要猛的山东硬汉叫曹鲁健，他曾蝉联山东省8届省散打冠军，16届市级散打冠军。自从步入职业拳坛的那一刻起，曹鲁健几乎没有输过比赛，胜率高达87%，至此被拳迷粉丝称之为是常胜将军。目前是中国散打界的中流砥柱，他的对手可是大有来头，是来自英国的美国冠军奥戈勒斯。就在奥戈勒斯拿下15连胜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，就是要代替美国来中国讨伐中国选手。只因此前美国派出的数十位搏击名将，无一例外全部被中国拳坛的散打冠军斩于马下，所以美国老大哥派出了小老弟来华征讨。结果这个代替美国拳坛出征的英国选手，直接被曹鲁健打得屁滚尿流，持续暴揍206秒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是如何力证中国武术散打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中国8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啊，比较有名的像这个方便呀、白敬斌，那么都是在这个是他的前任的名将，而在现在这个级别当中，现在是曹鲁健脱而出的一名新星。你看他的这种身材的扫踢动作和练泰拳的是不一样的。连续的鞭腿。曹鲁健的身高非常的，还没试探多长时间，曹鲁健就对奥戈勒斯展开了凶猛且不讲道理的主动进攻，连续的重拳打得奥戈勒斯节节败退，看似打出的拳头杂乱无章，实则是在攻击奥戈勒斯的头部和肋骨。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，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，那时候身高也就1.85米左右的，力量没有这么大。那时候打70，现在改成打80。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。在之前的疯马奥戈勒斯的比赛当中呢，疯马的身高是一个。最终奥戈勒斯倒了下去，曹鲁健打出的拳头力量还真不小，几记爆肝拳就把奥戈勒斯打得跪地不起。为什么说曹鲁健的实力比死神方便还要凶猛？那是因为曹鲁健是自方便以来80公斤级打拳最好的那一个，同时也算是新生代当中的较为出类拔萃的那一个。会打岔气，然后是瞬间失去这个抵抗力。看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，连续的打了踢腿拳，连续攻击肋部。现在这个成了对方的软肋，对，这成软肋了就是软肋，这真是软肋，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。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这个地方，但是很难。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戈勒斯是在泰国比赛里面他挺强悍的，这个那个扫腿动作。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。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.88米的，非常的高大，所以说奥戈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。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，而且速度也是过人。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，又有速度又有力量。曹鲁健这接到腿的奥戈勒斯根本无法撼动曹鲁健，甚至连个动作都做不了，足以证明奥戈勒斯在曹鲁健面前显得特别不堪一击。面对曹鲁健频繁的出拳出腿，这个英国选手非常想回家。不过奥戈勒斯已经接纳了美国拳坛的条件，所以奥戈勒斯就算是挨揍也要挨到倒下的那一刻。同样有风险的，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，打中一拳就可能吃不消。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戈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，然后下巴上了。奥戈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，但是呢，曹鲁健大开大合，并不给奥戈勒斯机会，这很浪费体能的呀，曹鲁健。对，看右手上勾拳，看到没有？又打一个上勾拳。这到底还有10秒，对，双方能否有非常漂亮，有点可惜了。这场比赛确实曹鲁健呢，真是像一个非常典型的散打运动员一样，上来的这个势头非常的猛。现在虽然自己在第一局当中呢是占尽了优势，那么在第2回合结束了，曹鲁健在第1回合浪费了很多的体能，但在从中也是获取了大量的点数优势。最起码没有让这个所谓的美国泰拳冠军拿到赛点。被读秒一次的奥戈勒斯非常想回家找妈妈，可惜比赛就是比赛，在不被中介 KO 的情况下，谁也无权干涉比赛的正常进行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英国的奥戈勒斯，曹鲁健这种无氧式的这种爆发力的发力呢，确实在有摧毁性的同一面，但是反面呢就是对体能的一个消耗。对，
所以呢，后面2局对体能要求很高。是的，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预告：2016年1月9日，昆仑决迎来开年大战，泰拳王子波球、插翅王伟豪、天王克劳斯等等都将降临魔都上海。那么我想在第2回合比赛里面，曹鲁健尽管还要发挥的拳法这个打击力度，但是第2回合开始了。一开始以拳法为主、腿法为辅的曹鲁健，直接就转变了战术打法，瞬间将战术改为了以腿法为主、拳法为辅。连续的拳脚进攻打得奥戈勒斯一愣一愣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，除了在挨打就是在狼狈防守。腿也很重。是的，这个时候奥戈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，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，那边已经都缝了。是的，现在曹鲁健就低扫击完之后，一定要加强你的后手的右手后重点的打击。这个防守被打破防的奥戈勒斯最终还是失手了，这2腿绝对的是大力沉，被放倒的奥戈勒斯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大腿的毛细血管全部被踢碎，最起码要在医院静养3个月。很难吃腿，这自尊腿站不起来。奥戈勒斯还能站起来吗？我不想放弃比赛，放弃比赛了，放弃比赛，放弃。他既然站起来，已经变看，完全踢死了啊！如果说第1回合是曹鲁健拳法的展示，第2回合变腿法，改腿法了，改腿法了。刚刚想针对什么防守拳的，现在改腿法了。曹鲁健还是非常凶悍，太有潜力的选手了。有潜力，强项力。对，既有拳法，还有腿法。他唯一欠缺的，因为第一次来昆仑决，如果能前腿组合，我们说更加协调立体的话，那就不得了。这个选手，这是充分反映了一个。从慢动作就可以看出，曹鲁健这几记扫踢是有多么沉重。就算奥戈勒斯的大腿是钢铁做的，那也逃脱不了被踢瘸的命运。最终，奥戈勒斯被曹鲁健狠狠暴揍了一顿，还想替美国老大哥来中国报仇，结果险些把自己的命留在中国医院。最终，曹鲁健获得了比赛胜利。接下来，这位是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·杰梅，对外扬言声称曹鲁健的散打招式就是花花架子，根本就不中用，更没有任何实战能力。击败奥戈勒斯完全就是靠运气。没想到33岁的丹尼尔依然有这么大的口气，看曹鲁健不往死里打，让他见识一下中国武术散打的厉害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丹尼尔·杰梅来自新西兰选手对阵我们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，在中国选手都获得了胜利。但是现在比赛还是正是渐入佳境。究竟在比赛中呢，我们作为中国选手能不能够保持自己的全胜记录，我们其实还是给予期待，拭目以待。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。比赛嘛，不到最后1秒钟啊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。是。来自新西兰的选手，年龄33岁，身高1米85，体重是85公斤。那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。曹鲁健不只是获得过省级冠军和市级冠军，而且还获得过国家级冠军。出身于国家队的曹鲁健拥有深厚的武术功底，对付一个嚣张的老外还不是信手拈来，比较的清晰。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。虽然对方啊，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，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，他在比赛中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，稳扎稳打。没有错。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，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拳法，对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。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，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。面对曹鲁健凶悍的打法，丹尼尔只能通过搂抱来缓解，尽量不给曹鲁健实施太多有效进攻的机会。反观曹鲁健可不是一般人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，一个小小的新西兰泰拳冠军对于曹鲁健来说应该问题不大，效率更高，志在必得。没错，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 拿下 KO 对手。打挺。看看双方这一场的表现，曹鲁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，获得了胜利。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。漂亮，还有一个拳法的变现，机会来了，非常主动的一次。从表情上看啊，对方这几次重击啊，确实对他还是造成了威胁。没错，相信对方的信心上也会受到。曹鲁健在丹尼尔面前显得特别稚嫩，毕竟年龄在这放着呢。战术打法成熟老练的丹尼尔开始对曹鲁健施加压力，逐渐熟悉比赛节奏的曹鲁健
岂会轻易给曹鲁健发起主动进攻的机会？但是我们看到呢，作为这个新西兰选手啊，他确实他的功力非常的这个强悍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他这个打动作呀预兆比较大，大开大合。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。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中有个术语叫打电话，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，就是我要做动作，哎，我要打你了，所以我们叫打电话嘛，一个是动作很形象，再一个呢，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晰，就是通知你，而不是等闲之辈。从比赛中呢，他确实注意控制局面，因为对方比赛经验非常丰富。你刚才这个迎击啊，确实打的是恰到好处，所以他现在首先要保证这立于不败，不出现这么明显的纰漏。果然，第2局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·杰梅，不停地找到。第2回合刚开始30秒，丹尼尔就暴露出了防守破绽，其后就来到了曹鲁健的重拳出击，连续的重拳打得丹尼尔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，最终丹尼尔还是没有逃脱被曹鲁健击倒读秒的命运。要被他读秒，再读秒，能否 KO 对手呢？那对方能不能够保持？因为现在只有2分钟啊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确实是非常难煎熬的这一关。现在没别的，就是狂轰滥炸，乘胜追击。对方也非常聪明，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。哎，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不管怎么讲吧，这个重击啊，谁难受谁知道。对，打在谁身上谁疼。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，它是连续重击，所以呢，我想着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。被读秒一次的丹尼尔属实有点忍不了，急于求成的他开始对曹鲁健发起猛攻。不过曹鲁健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，尽量在不失去点数优势的情况下，对曹鲁健实施反压制。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，打游动、打游击战，拉开。对，拉开距离，拉开。再次被放倒的丹尼尔开始寻求裁判的帮助，台下的美女也是为曹鲁健的精彩表现也是鼓起了掌，捂着被打掉的门牙开始和裁判诉苦。看来曹鲁健这一拳给丹尼尔带来了很大的创伤，最终裁判宣布比赛结束。太错了。那么我们的曹鲁健获胜了，来自中国国家队的选手赢得了王者之战的胜利。确实，我们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·杰梅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弱势的，略逊一筹。曹鲁健绝对可以称之为是下一个死神方辩，是继承方辩衣钵最优先选择的那一个。在80公斤级方辩那一批搏击选手即将成为过去，曹鲁健这一批选手，曹鲁健又是比较出类拔萃的那一个，所以曹鲁健最能代表中国的武术散打。大家感觉曹鲁健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曹鲁健的硬气。